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狗皇帝，拿命来！敢杀朕的人还没出生。朕是天下共主，敢违者死！天道老二，朕不服！这头好痛，这是哪里？阮明科，阮家千金，生母病故后，继母不慈，连未婚夫都被继妹抢走，而他本人骄奢成性，豢养男宠，最终落得身首异处，被视为夺权惨死的下场。想不到震惊到了话本里，成了个被视为夺权，最后惨死的废物千金。真是。放肆！竟敢以下犯上！属下越界了，请大小姐责罚。这就是画网中事主的谋才，的确胜负好面孔，可惜恨你。你既为我阮家大小姐，若有人敢害你，自然不能放过。你对内鬼可有头绪？这条命留着还有用。外公，他血口喷人，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爸，你不能信他，他这就是挑拨离间。别急，等这人来了，慢慢论。有人提前把阮大小姐的行程卖给我，还说他要对我们动手。哼，我青龙帮从没见过这么直白的挑拨。转账记录，白纸黑字，钱是从谁的账户里打出来的？各位自己看看吧。妈，这竟然是刘总的账户！不可能！爸，你不能相信青龙帮一面之词。青龙帮他向来仇视我们。柳丽芬，枉我这些年待你不薄，你竟敢害我阮红轩的孙女！外公，还不止如此。柳丽芬，从你接手慈善项目起，你虚设账户，私吞善款，连续3年金额累计1亿3千万，转账时间伪造签名，审批记录，我都替你准备好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妈，爸，你看在我这些年在阮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你放过我这一次，放过我。带走。爸，你不能这么狠心！爸！幸好这次没查到我身上，还有回旋的余地。事情我已办妥，合作也已敲定，现在我要坐在那个位置。明科，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位置？总裁之位，掌管阮氏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你觉得你配吗？姐姐，我知道你心高气傲，可公司制度森严，我从底层一点点熬了3年，才爬到一个小小经理的位置上。我劝你不要太逞强了。好，只要是明天的古董数字藏品宴会上好好表现 ，CEO 的位置，我允你。外公，我们一言为定。董事会如朝堂，众股东如百官，朕便是要用帝王之术御一群庸人。这是什么阵仗？大小姐，
您今日处理事务辛劳，属下特意按照惯例，为您挑选了目前娱乐圈最火的男明星服侍你。这位，去年大热仙侠剧的白衣神君，清冷禁欲；这位，流量榜首的青春偶像剧男主，捕获万千少女心，号称国民初恋；还有这位，刚拿影帝的动作片巨星，拳拳到肉，肌肉线条分明，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代言人。至于最后这位，本季度爆火的电竞改编剧一番男主，少年气十足，热血张扬。他们都是本季度优选，肤色、身高、体型各异，口味全面。属下斗胆想问一句，您今晚想翻哪一位的牌子？就你了，裴寂，你是我的贴身保镖，更是我最信任的人。从今天起，集团的大小事务全权经你之手。想要利用权力牵制我，将我置于权力核心，若稍有差池，便可立刻将我除名问罪。伺候我洗澡。脱光衣服，进来。Look on your face as if you didn't know, baby, I feel it too. You don't gotta tell me about it. We could dance around it, we could rendezvous. Maybe it's the weather, maybe it's the season. We should get up out of this room. I'm overprotective, baby, we're connected. Gotta get you out of this room. Why don't we drive a little, ride a little, find a place with a view. We could smoke a little, float. 阮明科，你玩弄人的手法果然高级，现在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那便看看你这大小姐，在床上还能不能继续发号施令。怎么，不服我？怎么会？我只是在想，您到底更喜欢哪一种？是卧在您脚下喘息的狗，还是能翻上床，成为征服您的狼？你倒是很会转移重点，可惜我对你是什么物种没有任何兴趣。滚吧！晚安，大小姐。裴寂，你很聪明，但是把野狗驯服成忠犬的过程才最有趣。说，老大，查清楚了，阮明科交给您的胸针不是呼救装置，而是微型炸弹。没想到他居然成了我拿下阮氏的最大阻碍，绝对不能让他进公司。吩咐下去，藏品宴上给阮明威一件足以力压全场的名贵古董，不惜代价，绝对要让阮明科输得彻底。阮明科，游戏升级了，你看到了我的獠牙，我也看清了你的利爪。接下来，我们各凭本事。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快，阮大小姐来了，快！
看这边，大小姐。你看这边。姐姐，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还真敢来呀！这次百年瑰宝计划从头到尾都是我主导的，更别妄想抢过去。CEO 的位置你也坐不稳。好吵！抱歉，大小姐需要安静。你，他竟然敢这么对我，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别理那个草包，今天是发布会大日子，又是你最擅长的收藏领域，你好好表现，让那个草包知道什么才叫精彩绝艳。我宣布联名计划启动。感谢各位嘉宾出席此次阮氏与钟老先生合作的百年瑰宝计划。眼前这件藏品是古代帝王的御用之物，象征正统、唯一、尊贵。今天它将以数字藏品的形式入驻我们的紫辰系列。你看这个，没见过。此物浑厚古朴，纹饰繁复精美，通体鎏金，尽显皇家气派。它极有可能是帝王用于祭祀天地或盛放仙丹妙药的礼器，乃宫廷中最神圣之物。陛下，请起身，奴婢伺候您出宫。堂而皇之的拿个夜壶上台，还讲个煞有介事，真是好戏。为了让大家沾染福气，我特别安排了一个环节，我们从藏品中取水，让在座的每一位贵宾饮下，寓意帝王庇佑，亨运通天。哎呀，这个难得一见啊！啊，来，你看这个，这味道真是非同一般呐！姐姐不接，难道不信我这符水能带来好运？你确定这是礼器？哼，阮明科这个草包千金，他在古董圈连个毛都不懂，竟敢质疑我。今天他自取其辱，这可是让他在上流圈层沦为笑柄的好机会。正好让他们狗咬狗一场。阮明科再强也不可能百无破绽。阮明威又一心求胜，无论谁败，对我都不亏。当然确定，这件文物自造型到工艺皆具皇家风范，顶身纹饰含龙九掌，布局严整，一看便是帝王级气质，而我也愿为此担保。你确定要喝？你不喝是你无知，别拿出来泼别人冷水。果然不凡，清润甘甜，仿佛从帝王寝殿流出，满是福气啊！我感受到了龙气缭绕。国之重器，紫辰系列。你口中的皇家礼器，只不过是皇宫中伺候人起夜的公桶，俗称夜壶。你胡说！你个废物，懂什么文物？这是礼器，是皇家仪珍。阮小姐，既然你质疑它的用途，那是否能解释你的判断依据？第一，这顶部的镂空雕花不是造型，是为了透气散味，避免味道郁结。第二，这种特制的宽口纹底，外扩且低重心，非为造型，
实则是为了承重安稳，避免倾覆。第三，壁内釉面细腻平滑，如有残留一冲即净。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清洗。是在下孤陋寡闻，阮小姐所言合乎工艺逻辑，此物确非礼器，而是宫廷生活器，公妥。哎呀，太恶心了！庆琛，你这未婚妻厉害啊，可别被人抢走了。我精心设的局，竟然被他轻易摧毁。阮明珂，你还有多少我没见过的样子？阮明珂害我当众出丑，我定要让他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别害怕，就算他刚才赢了又怎么样？像他那种恋爱脑，我只要稍微给点好脸色，他就会自己贴上来，乖乖的摇尾乞怜。姐姐，抱歉了，你的未婚夫现在围着我转，今晚没法陪你了。哎，阮明珂，我可以看在旧情面上，允许你今晚留下来陪着我和微微。陆景琛，你所谓的台阶，不如我门前的踏脚石。至于你的脸面，不值得我浪费1秒钟去赏。阮明珂，你装什么装啊？你不过就是嫉妒未来能坐上陆太太位置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也是，你的眼界怕是只有太太这个头衔。他怎么一夜之间跟变了个人似的？大小姐今天火气这么大，是我昨天没伺候好吗？耗费我的身体，滚开，不然朕诛你9族！朕，原来大小姐是想玩扮演皇帝的游戏。今天我要扮演什么角色？太监吗？奴才遵旨。好啊，你这女人，明明我们大婚在即，你居然跟这个保镖在这鬼混，呸，真是失礼！陆景琛现在带着记者故意来捉奸，是为了让我身败名裂，从而退婚夺权。你一个赘婿，还有脸来捉朕的奸？你和阮明威怎么？他没和你一起，推你一个人出来当笑料？他怎么知道我和微微的事？一定是虚张声势。阮明珂，明明是你跟你的保镖在这鬼混，想把脏水泼到我和微微身上，真是无耻！既然你想死，那朕就成全你。裴寂，你想干什么？哎，你想干什么？打人可是犯法的！滚！快走！是条好狗，朕暂且留你一命。是。既然朕没死，那便再创一个帝国，一个商业帝国。朕依旧是这天下的王。你说的好听，你不过就是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罢。阮明威，你以为你赢了陆景琛就赢了我？在我眼里，他跟你一样，都是廉价无比。你拼尽心机抢来的只是一个没用的男人。你一个废物草包，你还敢污蔑我？发生什么事了？打起来了！垃圾！阮明珂，你可真嚣张，
偏偏让我移不开眼。大小姐刚才已经与陆家撕破脸皮，不知大小姐是否有兴趣换一个绝对忠诚的未婚夫？换谁？你吗？你配吗？无论是哪种身份，我这辈子都只能是大小姐的人。大小姐，小心！表现不错，我吩咐你的事别忘了。是，大小姐。老大，您什么时候这么宝贝阮家大小姐了？该不会是坠入爱河了吧？今天藏品大会，我成了笑话，全都是阮明科害的。还有那个保镖，下等东西，竟然敢当众羞辱我！闭嘴！听说阮明科现在已经着人调查董事会的贪腐项目，再拖下去，我们迟早都会被掀翻。什么？要保住陆家，得先除掉他吧。那个保镖盯得最紧，先把他处理掉。大小姐，证据已收集完全，我正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有点事，回去向您汇报。给我滚下来！只要去掉你这个爪牙，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不怕死的，就来吧。小子，这儿四面荒郊野岭，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废话真多。全都在还有个屁用！这世上有个词叫寡不敌众，下辈子学聪明一点。小姐，不可能！这鬼地方偏僻的，连信号都没有，根本没人能。记住，我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例外。快走快走！阮明科，大小姐，你怎么亲自来了？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没有我的允许，阎王爷也带不走。用最好的药，不计代价，我要他最快恢复，不留隐患。是，大小姐，这位先生体质极好，加上特效药物和精密缝合，愈后会很好。我明天再来换药。大小姐，
这种药太贵了，我不值得。闭嘴！你是我最忠心的手下，如果连你都不配用最好的，还有谁配？你算什么东西？不配和我们一起玩？你爸真没用，破产丢了公司，你连饭都吃不起。安心休息，伤好之前准你放假。阮明可，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你对我的种种，是因为我是棋子，还是一瞬间的例外？安琪，是爸没用，没保住公司，没能力给你更好的生活。爸爸，不要啊！你不要丢下我不管。记住，是阮家逼死了我们，你这辈子都不能忘。爸！如果这张照片公之于众，一个平时骄奢淫逸、沉迷于男色的女人，真的能坐稳总裁之位吗？阮明可，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说。老大，我们查清楚了，昨晚的事不是巧合，阮明可早就知道陆家会对您下手，故意安排您去查证据，那条是必经之路。知道了。先是以信任为饵，把我推到高位，再以美色为刃，与我共浴，最后才是杀招，告诉我我很重要。阮明可，差一点我真的相信了，只可惜你对青龙帮的那套在我这可不管用。这盘棋该热闹了。这是看来想让阮明可死的不止我一个呀！明天的集团庆功宴上，阮明可不死也得给我掉层皮！陈老真是服气，阮总上次在藏品展一战成名，整个圈子都在议论他。数字藏品项目他接手的漂亮，阮氏需要这样的人才。从今天起啊，我宣布阮明可正式接任阮氏集团的总裁。是啊，对呀。凭什么所有的光环都是你的？我不服！感谢各位今晚赏光，也感谢家族的信任。数字藏品项目只是开始，我们阮氏将会继续扩大，不止于此。当然，扩张之前，首先要清理老旧的蛀虫。陆正秋、陆景琛，你们父子二人利用瀚海资本套取善款，虚设账目，蚕食集团资产，你们可知罪？这胆子也太大了！要不了，怎么改呀？竟然敢当，真是想不到。是啊，犯罪呀！阮明可，你这是在公司庆功宴上玩公审啊？血口喷人也要找个时机吧？明科呀，你这孩子太激进了，真有问题也得讲证据，走流程，何必在庆功宴上坏了气氛？大家见谅，
小辈嘛，年轻气盛，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爸，您太宽容了，想必大家都不知道吧？他阮明科今天闹这一出，栽赃陷害，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他自己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这会是情节呀！这都出大人了，这派出所保镖吗？怎么能给红做这种事情？伤天害理呀！太劲爆了！拜托大开眼界！哇，阮家大小姐和保镖做这种事儿，传出去得让人笑死了。阮明科，这是什么？大小姐，就让我来跟大家解释吧。相信。是这小没错。我就是大小姐的奸夫。怎么还敢这样说呀？不知廉耻！大小姐，面对现在的局面，你作为执棋者，又该如何翻云覆雨，扭转乾坤？哎呦，明科，阮氏百年大业，多少人都在虎视眈眈，你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自古以来，名节羞辱是毁掉一个女人最好用的手段，可你们都算错了，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不是？天啊！这陆景深看来早就和阮明威勾结在一处啊！这阮陆两家的瓜还真是精彩啊！这两家人给说了。这又是什么？瀚海投资空壳套现，转入陆氏名下资产，3年来高达8个亿。相比你贪赃枉法，我不过是睡了个男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好一招声东击西，乾坤挪移。虽然丑闻引爆全场，但抛出对手罪证，引爆全场情绪，绯闻就被轻易接过。阮明科，你还真是擅长拿捏人心呢。陆正秋，你可还有话说？明科，就算我不爱你，你也没必要做假账，来倒打一耙吧。对呀，姐姐，你这就是因爱生恨，自己做了丑事，你还要诬陷我们。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有意思。男人贪恋美色，被称之为风流，甚至还会被传为佳话。女人若有所牵连，便要被钉在耻辱柱上，毁掉一生。古有上官婉儿辅政理国，却因遭受牵连，难逃诋毁。这世道真是可笑。姐姐说这些干什么？还不是因为坐不上陆太太的位置，心有不甘。阮大小姐的名声早就坏了，这恐怕以后没人愿意要。诸位的人生目标都是致力于成为某个人的太太吗？将自己的名字、价值，甚至一生的荣辱，都系在一个男人的姓氏之后吗？这就是你们的归宿。你们有家世，有学识，有能力，为什么要困于毫无意义的雌竞之中？我们应该在自己的人生格局里去争、去抢、去赢。我宁愿被尊称为阮董、阮总，甚至是令人敬畏的对手，而不是某人的太太。说的好，有道理，说的好，有道理，有道理，说的真好。阮总说的好，没错。女人为什么总是被规训？从今日起，阮家废物千金将不复存在，只有一位让人不得不正视的阮总，控制舆论，解决对手，扭转口碑。这一局一石三鸟，漂亮。放肆！你牙尖嘴利，满口混淆视听，敢当众胡言，还不赶快向陆家谢罪！原来这个世界已经从封建王权到了资本运作。于朕而言，不过是换了皮的权谋屠者。大小姐，请用。
原主虽然是个废物，可这挑男宠的眼光倒是真不错。可惜，终究是条恶魔。当年阮家吞并裴氏，害得我家破人亡。如今我亲手摧毁阮家，就从你这个废物千金开始。阮明科，你给我出来！我当是谁？原来是和妾室苟合，仗着入赘身份狐假虎威的好父亲啊！阿珂，他好歹是你父亲，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一介妾室也配在主人面前插嘴？跪下！哎，你怎么？奴才就没有在主人面前叫嚣的资格。孽障！你不仅与保镖乱搞，还敢动手打人，简直丢尽阮家的脸！信不信我将你逐出家族，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也有件礼物要送给各位。你怎么了？陆景琛、阮明威，你们二人狼狈为奸，却妄想用捉奸戏码逼我滚出阮家，真是荒唐可笑。早知道你们会拿此事做文章，不如朕先下手为强，趁机夺权。父亲，妹妹这般荒唐无理，是不是遗传了您背叛的好本事？你这个孽女，你不懂尊父礼道，今天我就要教训你！都给我住手！阮氏家事何时轮得上一个赘婿插手了？阮明科，你目无尊长，我是你爸。哦，你是我爸？那陆家父子贪赃枉法，你罔顾不闻；而我揭穿真相，你却处处逼迫，甚至让我和加害者道歉。够了！阮家的事岂容外人插手？陆征秋、陆景琛，你们父子胆大妄为，贪赃枉法，今日起把你们逐出董事会。最后一件事，我宣布，我阮明科正式与陆景琛解除婚约。哎呦，这还说就是这么事来，防法不行于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次，我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关。背叛我的人，向来没有好下场。属下并非有意为之，只是我当时以为只要坐实这些流言，就能名正言顺地站在您身边，与您并驾齐驱。裴静，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天真？还是说，你觉得我真的会爱上你？还是说，你觉得我真的会爱上你？裴静，你听好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上位也好，背叛也罢，什么清白名誉我都不在乎。之后，人们只会记得我阮明科的丰功伟绩。对于叛主的人，我向来不留情面，但你，我偏要炫富。记住这部印记，我要让你痛，让你怕，让你彻底臣服于我。谢谢大小姐责罚。明明我该憎恨他，恨他的冷酷与手段，可为什么我却一次次情不自禁被他吸引？
现在集团上下为阮明科马首是瞻，我在集团兢兢业业3年，是白干的吗？哎，急什么？你知道泄露阮明科床照的人是谁吗？是裴寂。什么？他想上位，借此逼宫，还是他讨厌阮明科？谁知道呢？或许这次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好机会。想要知道裴寂是否忠心，试试不就知道了？对不起，姐姐，我差点撞到您了，真是抱歉。这位保镖先生，你弄疼我了。下次走路还请站稳。姐姐，您就是阮总吧？我在商业杂志上经常看到您，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耀眼夺目。精英怪连个大小姐提鞋都不配。明科啊，忙吗？爸爸知道你刚接手集团的工作，事务繁多，所以特地给你请来一位得力的助手。姐姐，哦，原来你们已经认识了。原来这就是秦总特意为我寻觅的人才。哎，别看一身年轻，他可是海归的商业奇才，以后就是你的特别助理了，帮你分担工作。姐姐好，以后请多指教。大小姐，需要我帮你把这位助理给请出去吗？明科，你这是做什么？奕晨是我千挑万选，特意请来帮你的，你连爸爸这点心意都不领会吗？行了，留下吧。这就对了嘛，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那好，你们忙。大小姐，她一定是……姐姐，您坐。姐姐，老是喝咖啡对皮肤不好哟。我特地准备了进口的洛神花茶，养颜美容，最适合姐姐这样美丽的女生了。我去给您泡。裴保镖，你也想喝花茶吗？不过这是给姐姐特供的哦。不管你是谁派来的，这金大小姐到底有什么目的？目的？我没有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好照顾大小姐。倒是你这么紧张，不会是对大小姐心存爱慕吧？你胡说些什么？姐姐，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裴保镖莫名其妙就要来推我。胡说！我没有推他，是他在演戏。姐姐，你看，就是这里，他刚撞得我好疼，他还要打我呢。胡说八道！裴寂，你太放肆了，跟我走。姐姐，您这么辛苦，不该独自撑着，让我来照顾您，好吗？我还当她是什么厉害的角色，原来也不过如此，一个草包女人罢了。大小姐，我有要事禀报，某些闲杂人等还不赶紧出去！你，大小姐，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苏奕晨是岐山派来的，他
接近你，绝对别有用心。那你呢，裴寂？你接近我，不也是别有用心吗？大小姐，属下僭越了。看来我的训狗计划就快要成功了。罗大，您怎么就上那死绿茶的当呢？阮明科那么聪明，肯定是将计就计，故意试探那个姓苏的小白脸。是啊，我怎么就上当了呢？您可是帝国集团的方烫马，一手翻云覆雨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复仇，怎么会屈尊降贵，去当他身边的小小保镖？与其忍辱负重，还不如亮明身份，强行把他压在身边。他不是那种可以胁迫的人，你太小看阮明科了。老大，你去哪儿？我现在的身份是他的保镖，虽然是要回去保护他。恋爱脑啊，彻头彻尾的恋爱脑。记住，是阮家，是阮家逼死了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忘。阮明科，如果我们不是仇敌，该多好。海神号20年前的远洋巨舰，如今早已老旧，商业价值几近归零。你觉得这艘船如何？这艘船早已破旧不堪，没什么实际价值。真正的筹码是它的泊位，以及相邻对面的那片土地。没错，等国际海域政策一落地，那片地就会成为未来的黄金通道。谁能拿下，就能掌控下一个时代的航运命脉。这次拍卖会，阮氏志在必得。前身派那只小狐狸来，无非是想打探我的底牌。我放了不少烟雾弹出去，真真假假，够他们猜一阵子。真正的竞拍底价在这里。30亿，没错。怎么，很意外？现在我将我的底牌告诉你，裴寂，你可别让我失望了。老大，阮大小姐交给您的底价，要不要传出去？50亿，爸爸，我们拿到了，他是50亿。哼，这次看他还怎么嚣张！我早已安排妥当，天恒资本是我全资操控的公司，他们会在拍卖会上全力抬价，而我加上调拨50亿资金，我们的预算早就超过了阮明科。一定要拿下，不仅要拿下项目，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碾压阮明科的商业判断。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在董事会立足。海神号项目竞拍正式开始，起拍价4亿，每次加价不少于1亿。5亿、15亿、20亿、 30亿、30亿第一次。50亿。大小姐冷静，我们已经没有预算了，不能再追加。这来这儿，对呀，这来这头。 50亿，林氏集团还有更高出价的吗？阮氏，放弃。成交！我们做到了，
他输了。哼，看他以后还怎么嚣张。大小姐没事的，这次拿不下，还会有的。恭喜林氏花50亿买了条废船。什么？废船？废船真的？刚刚市政规划局的简报上公布了，邮轮母港的选址定在对面的东湾区，而海神号的码头将被划入生态保护区，严禁任何商业开发。怎么可能？不可能！怎么会？天啊，真的是市政局的消息，刚刚推送出来的。这意味着50亿买到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负资产。多谢秦总用50亿给阮氏挡下这场烂摊子，而你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都给我住手！阮恒轩，我的外公，阮家真正的掌权人，政商两界手腕通天。虽然对这具身体的废物原主早已失望透顶，却是我唯一能借用的力量。又在闹什么？外公，陆景琛和阮明威狼狈为奸，企图以绯闻逼我离开阮家，毁我名声。身为阮家嫡女，怎可任人宰割，让阮家沦为笑柄？您看我这样的处置，可还妥当？尚可，有你母亲当年的几分风采，可你之前所为，这些年是我荒唐，辜负了您的期望，但我如今幡然醒悟，希望外公给我一个机会，进公司历练。不行，明科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就凭他的纨绔名声，董事会是不会同意的。对，姐姐进公司只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会毁了外公你一辈子的心血啊！哼，秦总，母亲病逝后，外公怜你孤单，允许你再娶，但这不代表我们阮氏的江山允许你一个外姓人霸占。你，他的气场比以前狠太多，这还是我认识的废物千金。话虽如此，阮家的事业不能毁在你的手里。如果你真有决心，就给我拿下青龙帮的合作，证明你的能力，我便让你进公司。好，我必定拿下。青龙帮，那可是霸占南城10几块地皮，黑白通吃的狠角色，手底下有多少人栽了跟头？这下有人要彻底玩完喽！青龙帮，挡我者必令其服止。爸，这一局，大小姐算计了所有人，就连我也输了。父亲，您知道您为什么会输吗？因为你急了。堂堂老狐狸本该谨慎沉稳，却在我面前失了心智。因为你急着踩我一脚，贪图一时的爽快，却反而被我牵着鼻子走。不，这不可能。看来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让女儿我来尽尽孝，替您分担分担了。你，爸，废物！没用的东西，连这种要命的情报都没套出来，我要你有什么用？别忘了，你那个病老的母亲还在我的手里，办不好事，我让你们母子俩一起完蛋！老东西，自己技不如人，就知道关起门来欺负手下人撒气。你果然知道他是我的人。这么低劣的手段，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不过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算这笔小账的，我是来救人。苏逸晨，你家欠的那笔赌债，连本带利我都替你还清了。还有你的母亲，她现在很安全，
在最好的疗养院，有最好的人照顾。你放心，秦山的手伸不进去。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给这个随时能把你的头按在桌子上的人继续当一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狗；第二，跟我走，我给你一条真正的生路和你想象不到的财富。我选姐姐，我跟姐姐走，只要姐姐不嫌弃我，我愿意一直给姐姐当狗。很好，那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小尾乞怜，无耻！姐姐，快清理内鬼，就是他！为什么是他？姐姐，那份50亿的合同，我的确是从裴保镖这里看到的，但问题是，如此机密的文件，以裴保镖的身手和谨慎，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让我看到？除非他是故意的。当时，他不小心把合同摊开在桌子上面，他人又刚好离开，就好像专门给了我时间和机会偷看。他分明就是借我的手把假消息传递给秦山。好了，奕晨，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好的，姐姐，我就在外面，随时等您吩咐。裴寂，我给过你机会了，但是你还是背叛了我。既然如此，那我身边也容不下你的位置。什么意思？你要赶我走？你不如在走之前告诉我，你到底是谁？费尽心机潜伏在我身边，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滚吧！姐姐，您真的就这么狠心把裴保镖赶走了？他跟了您那么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啊？我和他的纠葛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结束？就像放风筝，线放得越长，风筝飞得越远，但线始终牢牢抓在我的手里。姐姐真厉害，虽然我听不太懂，但姐姐一定是最高明的。那个裴寂根本就没法跟姐姐比。阮明柯，你的心难道就不会痛吗？姐姐，这个精油的味道喜欢吗？我再帮你按肩膀好不好？罗大，恭喜您，总算不用再每晚去给那位傲娇大小姐侍寝了。这么多天辛苦您了，我们多年的布局已经深入阮氏核心，帝国集团昔日的势力也基本收拢，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能拿回原本属于您、属于裴家的一切。他竟然真的这么狠心！我跟了他那么久，他说不要就不要了。您是不是忘了，我们接近阮明柯的初心只是为了拿回公司？现在计划顺利，您应该高兴才对啊！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您得到了公司，自然就要失去一些别的。你先出去。是。姐姐，
荣阳合适吗？大小姐，那个人呢？他怎么不在你身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这么喜欢那个精英怪？你的吻技不过如此。这么久的相处，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究竟有没有过真心？真心？裴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有真心，那你对我又何曾有过真心呢？我滚吧！裴寂，动心的人先数。吻技不错，等你彻底臣服于我，我再慢慢品尝。这是完整的证据链，海神号项目，秦山为谋私利，暗中获取阮氏拍卖价格，利用其名下的天恒资产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这是你捏造的！我为阮氏辛苦了一辈子，我怎么会？证据都在这里了，还敢狡辩？阮氏不需要一个为谋私利而牺牲集团利益的决策者。我提议废除秦山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真的是诸位董事，我秦山这些年劳苦功高，带领集团盈利率提高30%，开疆拓土。如今因为一时失利，就要彻底抹杀我的价值，你们能心安吗？父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次的错我认，但明科太年轻了，如果就这样把我赶走了，那阮家的100年基业，疾风暴雨之时，他若撑不住，岂不是让阮家满盘皆输？罢了，秦山这些年功劳不少，一时的过错还能兜底，但性质恶劣，你手中的决策权暂时收回，绝无下次。谢父亲体恤，我一定深刻反省，不再重蹈覆辙。外公，你这是心软了？或许吧。到了我这个年纪，古稀之年，很多事啊，更看重的不是输赢，而是守住。今日一家人齐聚，过去的事啊都不要再提。阮家是个家，既然是家，就要和和气气。外公说的对，我们干杯！好，干杯！来，明科，爸爸有话想跟你单独聊聊。好。外公，我们吃菜。好，喂，你喜欢吃这个？你不是我女儿，我那个女儿是我亲手养废的。她有多蠢，多无能，多上不了台面，我一清二楚。而你手段狠辣，根本不像她。你到底是谁？一个父亲亲手养废自己的女儿，这听起来还真是可笑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像你这样的男人，心里有没有一刻真心的爱过你的妻子和女儿？爱那种东西有什么用啊？只有握在手里的权力和财富，那才是最忠实的家人啊！真是可笑，古往今来，
名利场上果然都是一样的。为了这些冰冷的东西，人最终都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你之前说的对，上次啊是我太急了，太想赢你了。不过没关系，这一回我有的是时间，再慢慢陪你玩，好好的陪你下一盘棋。什么意思？外公，外公你怎么了？外公，外公，外公你醒醒！外公，外公，是你。林克，你胡说什么？快送爸去医院，快呀！外公撑住，快送医院啊！大小姐，我担心您的安危，所以就赶过来了。这里不需要你，赶紧滚！大小姐，我们的人已经布控完毕，别墅四周已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出，消息也绝不会走漏。很好。任明哥，你要干什么？你要逼宫吗？逼宫？现在是谁不怀好意？你心里没数吗？把外公抬回卧室，立刻通知我指定的医疗团队，30分钟内必须到达阮宅。要是外公有半点闪失，我发誓一定不会让你们2个见到明天的太阳。阮家已经有人按耐不住，要让他在青龙帮的会面中死，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确保对方的计划万无一失。属下明白，青龙帮有什么安插的人，保证他再无活路。阮氏千金死于内斗，这消息一出，绝对足以让阮氏从内部彻底撕裂。到时候，才是我们介入的最佳时机。好大的胆子！裴寂，你可曾听过养虎为患，刃在鞘中，亦能反噬？属下不明白大小姐在说什么，属下对你绝无二心。古史有载，赵高侍中，指鹿为马。你说你对我忠心，那你拿命来试。怎么，不敢了？还是说你所谓的忠心就是个笑话？看来只能赌一把了。大小姐，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哎，请吧。阮老爷子的体内有剧毒，情况危急，必须立即进行深度排毒和连夜治疗，否则怕是凶多吉少啊！外公中毒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传出去严惩。是。外公，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出暗算你的人，我一定会治好你，我还要让你长命百岁。恭喜公主大获全胜，恭迎女帝登基。上次我就没能保护好母亲和胞弟，这次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如此悲伤的表情，我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阮明可，你到底背负了多少？大小姐，现在这处境，你又何必自己逞强？青山不会善罢甘休，案件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你愿意，我助你渡过难关。裴寂啊，其实我很喜欢你这张脸，英气迷人，可惜烂人真心，毫无价值。不错，火候看起来差不多了。裴先生，留步。
有兴趣谈谈吗？裴寂啊，不，我应该称呼你为方丈暗夜帝国的总裁。怎么甘愿给一个小丫头当狗？这委屈可太大了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合作，一起干掉阮明科。阮氏归你，我只要阮氏的一半财富。只要他死了，我就能够栽赃是他对那个老东西投毒，羞愧自杀。这样一来，名声扫地，阮家自然易主。裴总，你的棋盘很大，可你不该被一个女人击败。与其被她算计，不如与我合作，彻底翻盘。你若点头，这局我们必赢。阮总，外界传闻阮老爷子已死，只是秘不发丧。你若不解释清楚，就是欺瞒股东。外有帝国集团疯狂收购股份，内有老爷子生死不明，阮氏上下人心惶惶。阮总，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呀！若你今日不能说明清楚，那便请你立即卸下总裁之位，逐出董事会。对，看来今日各位不是来问责，而是逼宫。老爷子的安危自有我来护。阮氏的股价我来稳住，要是谁再敢造次，就别怪我分离。姐姐，那群老家伙简直是太可恶了，就会趁火打劫。还有那个裴寂，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他搞的鬼。还有那个帝国集团，早不收购晚不收购，偏偏这个时候跑来疯狂扫货。肯定是那个裴寂搞的鬼，我看那个什么神秘的总裁方汤姆，肯定是那个裴寂假扮的。不用猜了，啊，就是他。啊，姐姐怎么知道的？所有接近我的人的底细，我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包括他，也包括你。真的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天啊，他简直是疯了吧！一个堂堂帝国集团的总裁，居然天天混在姐姐身边当保镖，这到底图什么啊？难道是被姐姐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了？不管他图什么，我的局早已布下，现在该收网了。以我的名义给帝国总裁方烫发一份邀请函，说我要亲自见他。不行，姐姐，这太危险了！那个裴寂就是头喂不熟的狼，他肯定设好了埋伏等着您呢。您不能去，太危险了。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啊？埋伏？或许吧。你知道吗？在很久之前，我种下了一颗名为裴寂的种子，我精心灌溉，留他在身边，给予他旁人无法触及的亲近。我耐心修剪，在他越界时鞭挞教训，打磨掉不必要的枝杈。我甚至不惜施肥，给予他信任。偶尔还有那么一点点亲密。现在果实成熟了，这次见面不是要为了毁掉它，而是要亲自检验一下这颗果实是否甘甜，忠诚度如何。若它甘甜可口，我便要正式享用它。能否从野狗变成忠犬，就在此刻。总裁，这是阮氏大小姐的邀请函，她要与您见面。总裁，这绝对有问题。阮氏现在自身难保，那女人绝对不会轻易低头。您身份暴露在她面前，极有可能是陷阱。再说，我们收购成功在即，没必要节外生枝。方汤姆先生，阮小姐已经在等您了。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赴约。其实我一直隐瞒了我的身份，我是暗夜帝国的总裁方烫，我知道。说起来，我们似乎还从未真正坐下来共饮过一次。知道为什么
当初我明明看出你别有目的，还是留你在我身边吗？不是因为你这张脸，虽然确实不错，也不是因为你身手多好，而是因为我看得出来，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在最深沉的黑暗里待过，挣扎过，所以才更渴望，也会更懂得如何去抓住哪怕只有一丝的光亮。裴姬，不是吗？大小姐，我曾经以为你就是我的那道光，可惜是我奢望了。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着火了！着火了！快跑！裴姬，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对吗？我猜，明天的头条将会是阮家大小姐命丧火场。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这阮大小姐还真会演啊！以后谁敢惹她，一定死翘翘了。最后一次机会了，裴姬，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把你的心交给我。我输了，阮明可，我选你，我要让你活。就算这一切都是你的局，就算你到现在都还在骗我，我都认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从来都是，你要怎样都可以。果子果然甘甜可口。너를 볼 수 있을까 네 저 지나가버린 너 앞에서 있어 잊지 못해 꿈이여 우리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爸，有个噩耗，我亲口告诉你，昨夜明科意外葬身火海了。明科这个贱丫头，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您也是，这些年您压着我，羞辱我，让我像孙子一样苟活在阮家门楣之下。今天我终于熬出头了。啊，您放心，世人都会相信阮明科是畏罪自杀，到时候他就是害死您的凶手，而我也会顺理成章接管阮氏，这100年的基业从此就由我掌管了。老东西，你去死吧！只要你去死了，阮家就是我的。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日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告诉大家一个噩耗：昨夜阮家大小姐阮明科意外葬身火海。怎么会这样？而我的父亲阮文轩也因悲伤过度，旧疾复发，撒手人寰。这种事也如何是撒手人寰的？真没想到，我的姐姐就这样撒手人寰了。阮氏不能群龙无首，如今我要肩负起阮氏的责任，是要守住先人的基业。胡说八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是你逼的大小姐！
难道这是在放开我！请各位阮氏的股东及合作伙伴相信我，我一定要带领阮氏走出困境。就凭你？这回事？阮明科，不是说葬身火海了吗？这没死，这是怎么回事？大小姐，阮明科，外公，青山、阮明威，这阮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还轮不到你们唱独角。不可能！你怎么还活着？您都还没入土，我怎么舍得先死？父亲，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你们眼前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究竟做了什么？给我的外公下毒，制造意外，想让我葬身火海，甚至……怎么整啊？快！还有啥亲生做这种事啊？这是人干的事啊！爸，铁证如山，弑父杀你。青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不能说。下一次打中了，就是你的脑袋。我不能说。我明明已经布好了局，明明走一步看三步，为什么我还是输了？今夜之事只是给你个教训，若有下次，这刀插进的地方就是你的心脏。我困了，伺候我安寝吧。是，大小姐。阮明科，明日就是你的死期。景琛，明天阮明科就要进公司了，要是他掌握了公司的核心机密，我们根本就没有活路啊！放心，我已经放出了风声，说他要强行收回青龙帮的地皮，动他们的根基。这么说的话，那群人最忌讳别人用强，阮明科明天要是去，定是有去无回。因为从我执棋的那一刻起，全局已然在我掌控之中。我已推演无数可能，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实则你连棋子上的一颗卒子都不如。阮明科，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别以为他心里就真的毫无芥蒂。他爹是怎么死的？你敢说你不清楚？那家公司是怎么毁的？你敢说阮氏没有参与？即便他现在选了你，这根刺永远会横在你们之间。你们迟早会撕裂，迟早会反目。带走。是。走。裴寂，你会后悔的。你终究还是阮明科的妻子。这是当年你父亲项目失败的全部真相。真相往往并不美好，这里面记录了你父亲当时激进的决策失误，以及资金链断裂后的盲目加码，还有阮氏在当时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进行的商业并购。孩子，这件事儿，我要对你说一声抱歉。我确实有做的激进、不近人情的地方，这一点我向你也向你的父亲在天之灵道歉，是我对不起你们裴家。但是如果时光倒流，
重来一次，我恐怕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年那个局面，如果是我阮氏输了，露出败相，你以为你父亲会心慈手软，给我阮氏留下喘息和翻身的机会吗？弱肉强食就是这世界的法则。裴寂，谢谢你。我比谁都清楚，你这个选择的背后，意味着你放弃了什么，挣扎了什么。我从不后悔，当年我看着父亲死在自己面前，却无能为力。这一次，我绝不愿意再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裴寂，别着急说输赢，你还没有输。什么意思？你父亲当年没能将他的商业帝国拓展到足以吞并阮氏的地步，这是他未尽的野心，也是他的失败。但是他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可以做到。用你的能力和手段，可以将阮氏，甚至更多，都纳入帝国集团的版图。这不是一种更彻底、更辉煌的复仇吗？我阮明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欢迎你把阮氏从我手中抢走。当然，你也要时刻提防，我会反手将你的帝国集团一口吞掉。怎么样，方唐先生，敢再比一场吗？赌上我们的一切。阮明科，你可真敢说啊！这片疆域还不够大。我要继续开疆拓土，让全世界都刻上我阮明科的名。如你所愿。大小姐，裴哥哥，你们别忘了我呀！要不我给你们两个人一起当宠物吧？玩！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那又如何？天地为局，众生为子。我既执旗，便要这天下皆在掌中。大小姐，青龙帮只允许你一个人进入。这是危险预警装置，若遇到危险，只需按中间那个按钮，属下便会立刻前去救你。若我遇到危险，我会给你提示，不用救我，只管逃命。裴寂，你可别让朕失望啊！怎么会这么好心？阮大小姐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来跟我谈判。阮家对地皮的回收只是正常的整合与合作，我会给你们远超市场价的补偿，这是共赢。共赢？少在我面前装了！你阮家分明是要强抢我的地盘，黑吃黑吧！老大，这女人是阮家的毒蛇，若不杀她，后患无穷啊！破绽百出的挑拨，裴寂，你这颗案子还真是愚笨至极。既然这样，老子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裴寂，你恐怕还不知道，所谓的危险预警装置其实是微型炸弹。若你真想借刀杀人，朕必先送你黄泉探路。唯有迷途知返，彻底臣服于朕，才有苟活的机会。否则，裴寂，天下间再无你容身之地。他果然出事了。若我遇到危险，我会给你提示，不用救我，只管逃命。
我是该救他，还是让他死？阮大小姐，只要你当众跪下来，叫我一声爷爷，再签了放弃南城那块地的协议，或许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我已按下按钮，以裴寂的身手，1分钟足矣。你们阮家那个名头啊，保护不了你。老子杀人如麻，剁过多少人都没人收拾，你也不例外。 3、2，不服软是吧？兄弟们，给我一起上！今天老子要让这个女人血溅当场！1，野狗就是野狗，靠不住。既然如此，便送你上路。敢动他者，死！他说过11点之前一定会到。外公，姐姐向来任性，或许她又跑去跟那些男魔鬼混了。是啊，她根本不懂。爸，您放心，回去我一定好好管教她。看来啊，他是彻底的没救了。从此，我宣布阮明科不得踏入公司半步，散会。等等，谁说我没拿下合同？合同在此，请各位过目。怎么可能？敢动他者，死！给我上！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老子宁可死，也不可能让地。死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可我偏偏想让你活着。你不是蠢货，自然明白这块地的价值。要是未来建成集商业、娱乐、高科技于一体的中心，那市值将会翻100倍、1000倍。那又怎么样？老子根本不在乎。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在乎的根本不是那块地，而是它所承载的你们兄弟情谊的象征。但真正的兄弟情谊，不是死守一块马上就要淘汰的土地，而是为他们寻求更好的出路。跟着我，你们能获得远超想象的财富，过上更体面安稳的生活，这不正是你想为他们做的吗？好一个阮明科！我签，这块地让你了。你赢了，从今往后，我青龙帮愿追随阮小姐，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先性命相携，后诱之以利，再动之以情，好一个连环局！他根本无需我插手便可拿下。这种局，名为清算土地，实为试探我诛心，可笑！我竟在他让我逃命的那一刻生出恻隐之心。大小姐，好手段！好，从今天起，阮明科正式进入公司，任董事特别助理。既然我入主公司，那第一步就是肃正门风，清理内鬼。我到青龙帮时，差点命丧当场。有意思的是，我的行踪事前被泄露出去，据说有人想让我有去无回。你们说我该如何处理内鬼呢？